Hello，大家好。因为如此这般，今天我们就来开箱这个 Max 的5年日记。那它呢是用一个灰蓝色的纸盒装的，非常高雅的一种感觉哦。让我来把它拿起来，这也是非常朴素的一个装饰，它就是一个无时效的日记，所以可以随时开始。放了 date you started， 而且就是记录从今天开始5年之内的你的所有变化。这边稍微写了下他的收录了什么东西，那我们来把它拿出来。哇哦，非常的好，经过一番努力，总算把它成功的拿出来了。其实可以看到，它是一个布的封面的一个笔记本哦。因为在光线下面关系，所以现在看起来比较深蓝一点，但其实它是比较偏灰蓝色的，比较偏像这样灰色的感觉哦，有点色差。来看一下它的布面的质感。但经过5年之后，也许布面的是会有一些磨损了。不过如果像这种5年或10年日记的话，本来在使用上就会考虑到，经过时间的考验，多少会有一些损坏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进入它的 flip through。总之，它的核心宗旨就是，无论你何时开始都是可以的。其实 Max 这个系列的设计都是感觉非常前卫、很摩登的一种配色跟 layout。5年的日记的前言，当然就是说，现在是汉字解读。总之，希望可以把发生的事情跟未来都好好的记录下来。好，一开始呢是他的10年的 wishes， 所以这边会有看。这边总共有10页，就是从比如说今年是2020年开始嘛，从2020年开始有10个想要达成的愿望，把它列出来，而且下面会列出说每一个愿望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，在什么时候达成的，算是给自己一个激励，还有里程碑的记录。但其实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达到10个愿望这么多，或者是说不是每个愿望都是从今年开始的，我想这也无所谓吧。总之有这样子一个记录，算是可以激励自己。然后在后面紧接着就是它的 future log 未来年表，就针对这10个每年的 wishes 去把它记录你的过程。它每一年还分成季节性的时段，可以去看你达到了的时间啊，或者是你的进度什么的。所以这边是记录了这10项。后面还有一个 future log， 但是这个没有特定去标定说是前面的哪个10项，所以有任何其他的进行中的 project 或是想要 track 的，像我们一般会做那个 habit track， 可能也会放在这里。好，那接下来后面这一页其实就是一些日本的节日啊，还有24节气这些东西。节气我们可能还用得到，但日本的节日其实我是用不太到。还有一些纪念日可以把它先填写在这里。另外呢，就是每年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新年的年头所感，所以总共有5年的年头所感。然后12个月份呢，每一个月左边呢就列出了这个月世界上所发生的大事，那也是5年份，就是从开始使用的那一年，今年就是2020年到2025。那右边列出的呢是我的大事，所以会有这2页，一个是世界的大事跟我的大事，蛮有趣的哦。所以以后如果做 review 的时候，也是可以拿来看看说当时世界发生了什么事。好，那进入它的本体了，本的本体。5年日记，所以每一天都记录在同一页上，连续5年。那它其实有一些蛮有趣的设计，我们可以来看。它的对焦一直跑掉。首先呢，就是每一天的日期是在上方。那这边呢，上面有分成几个格子。好，找到一个方式了。刚刚讲到说每一天的日期、纪念日，那其实比如说好朋友或者是家人的生日也可以记录在这个地方。还有一个空格，也许就有一些什么重要的事项或者是节气之类的，可以记录在这里，比如说节日啊，或者每年有什么固定的事情的话。
那每一年的日期是自填的，所以年份跟星期几可以自己去填。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每一年都有6行可以填写。那很有趣的是，它这边有一个5格的空格在这里。有些人是把它当做那个 mood tracker， 就是今天心情好不好啊，或者是喝水够不够啊，或者是做了什么东西的记录，可以用这个来做。那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些方法，然后有一些空格可以去做一些涂鸦或什么的。那5年在同一页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格式。我们来看看，它应该对，在这个月份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笔记页，空白笔记页，然后就到2月了。那2月一样也是从世界有什么大事跟今年有什么我自己有什么大事开始，然后就是2月的5年日记。那这个5年日记，我们来看，大概到12月底，因为它是每一年的重复，1月1号到12月31号嘛。对，12月31号之后，其实就是5年日记的结束了。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那在结束之后呢，每一年会有一个年末所感。记得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年头所感，所以就新年新希望，跟那个跨年的时候会开始后悔说我今年什么都没做。这是在年末所感的地方。然后呢，会有一个 review， 就是这一年选出10个 highlight， 所以它一整年有10个 highlight， 也许可以贴相片啊，或者是有什么事件特别的事件把它记录下来。总共5年，所以有5年的记录。那每一年份呢，除了这个 highlight 以外呢，还有一个是它的在一开始的地方所设定的10年的 wishes 达到什么样的地步了。我可以想象有很多可能就是壮志未酬身先死。好像这样子的 review 呢，每一年都有一份，所以总共有10页，就是5年份的 highlight 跟那个愿望的进度，算是给自己相当好的一个交代哦。这些都完了之后呢，还有一些空间是让你可以贴相片的 photo of， 所以我想这应该也是5页吧，5年份的相片。对，5年份的相片。之后呢，有一个空白页填补中间的横线的笔记页。这个很有趣，它就是你最喜欢的一些名言佳句啦，或者是让你觉得有被激励到的一些句子，所以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，然后是什么时候听到的，然后谁说的，把它记录下来，很有趣哦这个。所以经过5年之后，那其实也没有很多嘛，我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其实也没有很多句子，总共也才18句。但其实人是很容易受到感动的啦，这个算是个不错的想法，可以去记录这些激励到我们的句子。然后呢，它附上的就是日本的全地图，所以你可以去标示你去了哪里。但我想2020年甚至2021年可能都无法到日本了吧？日本之外还有世界地图，这个更是一个美好的梦。好，希望在这本日记结束之前，我想是2025之前是有机会去到这些地方的，希望。后面就是一些横线的笔记页，总共我看，让我们来数一下，1、2、30、5、6、7、8，总共8页的笔记页，所以其实也没有很多了。然后一些 personal data 的部分。好的，我们可以拿另外的3年日记本来跟它比对一下。好，这边拿来比较的是高桥的3年连用日记。那3年连用日记其实我之前使用也是蛮开心的，只是说有点困扰的是，让我来给你们看，有时候什么都没有写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希望土地公可以理解我的心情。那刚刚看到，对，我们现在可以来做一个比较。好，把它摊开来，3年跟5年的，但这个是不同出版社，然后也是不同的 layout 的多年日记。那一般的3年日记其实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式啦。但是我很喜欢高桥的3年连用日记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样式非常的简洁，而且它的纸质非常的好。比如对面这样子写过之后，它是完全没有那个，不能说完全没有，其实有，但是它的透写不会非常的明显，所以阅读上也非常舒服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5年连用日记，它是1、2、3、4、5、6行；3年连用日记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9行左右的一个空间。而且5年连用日记的，因为我这边还留了一些
比较花俏的东西，所以它实际上可书写的空间是比较少一点的，是没有错的。好，然后大小上，它们应该都是差不多是 A5 size。事实上，在厚度的比较上也可以看到，5年沿用日记其实还比高桥的3年还要薄。但其实这2本我都觉得不会到说非常太过厚重的地步了。这个可能一般的日记本也会是这样子的大小，甚至是单年的日记本可能也会到这样子的厚度。高桥3年日记其实我还是蛮推的，什么的。很简单，纸质真的是非常好，只是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真的把它们填满，那它也不是说非常便宜的，不是说100-200块的笔记本，会希望可以好好的比较多使用它。好的，以上就是 Max 5年沿用日记的开箱，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喽。